我必须要去。幽州是什么地方？那么危险，你去了就是送菜的。昨日幽州传来了消息，说是唐侯夫人被李家余孽灭口的消息。小福宝的眼睛都哭肿了，他不相信他的菲菲会离开，毕竟菲菲有秘密武器，危险的时候还可以躲进空间里。他必须要亲自去一趟幽州找人才行。皇上对小福宝的态度是复杂的，这孩子有的时候说话说的都是大人话，比他这个皇上还适合当皇上，有的时候又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哭着喊着要娘。只有这时候皇上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小福宝还是个小娃娃。父皇，让我陪着福宝弟弟去吧。没你的事儿，你少参与，现在还不够乱吗？太子被瞪得低下了头。小福宝算是看出来了，他想得到皇上首肯出宫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是偷偷的进行。好在他还有兵符，还有黑甲军可以听他指挥。好啦，我知道啦。小福宝装作失落的样子走了出去。皇上看到小福宝小人不大耷拉着脑袋，心里有些不忍，可是他不能让他冒险。之后的日子，小福宝也不缠着皇上了，整个人听话的不得了。白日里徐惠照顾小福宝，小福宝每日在宫中坐着沈妃给他的小车车，呲溜呲溜的在皇宫里穿梭。三皇子见状可是羡慕坏了，可是他太大了，根本也做不了。小福宝还真不是瞎玩，他对皇宫熟悉的不得了，他是在找自己的逃跑路线。至于出宫之后嘛，有黑甲军护送是不怕的。北地幽州城，唐之陵一早起来就去了鲜卑部落的营地。他这段日子和鲜卑人相处的还不错，也知道鲜卑人不全是坏人。总体来说，底层的百姓和士兵都是听上面的吩咐的，他们也是棋子罢了。唐之陵来了有一段日子了，他惊讶地发现没有唐之义的消息。唐之义是6品的中郎将，他都已经打听过了，唐之义没有再继续北征的队伍中，那么他这个人在哪里就非常可疑了。唐之陵不着痕迹地试探了几次，发现何文何武对待拓跋玉的态度都比对待唐之义要恭敬多了，这就很不正常了。按道理说，唐之义是唐国公的亲儿子，拓跋玉只是个私生子，况且他也没瞧见唐国公多喜欢拓跋雁兰。既然不是心爱的女人生的孩子，那还这么重视，也是值得怀疑的。毕竟京城还有唐之轩和唐之锦呢，唐国公真的不在乎他们的死活吗？京城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幽州，更知道朝廷派了小路将军攻打幽州，夺回失土。唐之陵漫不经心地在营地穿梭，突然他看到了一个双腿被废、蓬头垢面的男人。男人嘴里呜呜地喊着什么，但是很快就被人拖走了。这男人看样子是被看管起来的。唐之陵快走几步想要看清楚，却是被人给阻拦了下来。少主，这里不是你可以去的。没事，我就是看着那男人挺惨的，好奇看看。门卫看着唐之陵离开，松了一口气。唐之陵现在反倒更好奇了，刚刚那个地方看着好像是关押犯人的，可是这么对一个犯人似乎是太残忍了些。加上这里是鲜卑的营帐，那犯人很有可能就是大禹朝的人。唐之陵想到丢了的唐之义，心里就是一沉。唐之义这人和唐之轩是不一样的，他更有脑子，不像是唐之轩那样把他当作假想敌，所以他对这个二哥心里是没芥蒂的。虽然没想过他多好过，唐之陵离得远了一些，还在远眺。公子，你在看什么？撒凡，我现在是你的主子吧？当然是了。那好，我问你个问题。公子您说。那边关着的都是什么人呢？那是三公主的奴隶，已经待在身边10多年了。这时间不对呀，刚才那人不可能是唐之义啊。奴隶怎么还打断手脚了？那人不仅是没了手脚，就是舌头都没有了。这拓跋雁兰是不是太残暴了点？他知道先帝的名声不太好，太喜欢杀人了，但是他这娘亲也这么心狠手辣，他真的是这俩人的孩子吗？为什么他这么善良？唐之陵想到这里有些自得。唐之陵和沈妃待的时间长了，不知不觉之间就变得很自恋，他也是信心满满，也没有了过去的自卑。没错，曾经的唐之陵是自卑的，他的坏脾气就是为了隐藏他的自卑，是个保护色。
可是这些情绪在他成亲之后真的全没了，是沈飞的自信影响了他。唐之玲想到沈飞就开口道：咱们去幽州城玩一圈吧。好，公子，咱们今天去哪里？就去戏楼吧。好。两人翻身上马之后，一前一后的跑出营帐。何文和吴两人也是飞快的跟上。自从唐国公吩咐唐之玲的动向不必时时刻刻汇报之后，两人盯得也不那么紧了。毕竟唐之玲对两人的不喜，他们也是感受出来的。唐之玲之所以每日都进城，就是想让沈飞知道他人是安全的。他在明处，沈飞在暗处，而且算算日子，沈飞这段时间应该是在坐月子的阶段。唐之玲希望沈飞能明白他的意思，好好养身体，不要贸然出来找他。而且唐之玲也发现了，有些人也在盯着他。那些人是没有恶意的，只是距离太远，他还不清楚是哪伙人罢了。不过不管是什么人，他都希望他们不要贸然行动。他现在是安全的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不能冒险。于是唐之玲就好像是真的10多岁的稚童一样，每日就只知道玩。唐国公对这样的唐之玲也是放心了不少，加上他现在要忙着应对大禹朝的反击，也是忙得不得了，根本就没有时间搭理唐之玲这人。到了戏楼，他一眼就看到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小男人。唐之玲看到这样的造型，就想起了沈飞。那时候沈飞就是这样在胸前抱着小福宝的。唐之玲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小男人几眼，他发现这人的容貌有些眼熟，要不是这人有男人的喉结，他都要觉得这人是沈飞假扮的了。谁料这时两人四目相对，小男人对着唐之玲眨了眨眼。唐之玲双眸微亮，但很快就掩藏了下去。他像是不认识沈飞一样从他身边走过。沈飞腹诽，这人难道是没有认出他来吗？不过等看到唐之玲身后跟着的3个人，沈飞知道是什么原因了。唐之玲不是自由的，否则一定能出来相认。唐之玲确实是认出来了，就是隐藏在暗处的武阳和武丹也认出来了沈飞。他们是跟着唐之玲一起过来的，直接就见到了沈飞那奇奇怪怪的造型。武丹，你说的那个男人就是大小姐？没错，只有我们夫人会这么带孩子。看着一点也不像我们王爷。我们夫人这是做了乔装，怎么能以真面目见人呢？现在的风声这么紧。武丹说完还仔细地瞧了一眼，看到沈飞的喉结的时候也是一呆。夫人还真是细心，连这都想到了。想到什么？你看看喉结都有呢，真细心。江干原本以为沈飞也是鲁莽行事，谁料这大小姐想的还这么周到。她这样子除了五花大绑的孩子减分之外，剩下的还真是完美啊。特别是那张脸一点违和感都没有，面具怎么就这么逼真呢？沈飞并不知道有人在远处看着他，他此时正在想办法靠近唐之玲，他想试着把唐之玲送到空间里，这样他们就能见面了。可是唐之玲不是小福宝，小福宝进去很多次了，也知道怎么进去。唐之玲从来没有见过，恐怕不好解释，而且还必须是经过他同意，沈飞才能把他带进空间里。沈飞在沉思的时候，身后的小娃娃醒了，开始哇哇地哭了起来。听戏的人全都看了过来，恼怒沈飞竟然带个小娃娃出门看戏。沈飞无暇顾及其他，他知道一定是小妞妞饿了。这俩小祖宗一点都没有小福宝可爱，恼人的很。唐之玲看着沈飞离去的背影，眼神露出渴望。他的孩子是男是女啊？最好是女儿。男孩和他不亲，就像小福宝出生到现在都不肯喊他爹。沈飞离开之后，武阳和江府的护卫都留了下来，继续保护唐之玲。武丹和江干则是带着2人快速地跟上去追沈飞了。他们好不容易找到沈飞，怎么也不能把人跟丢了。沈飞随意地找了间客栈进去，小孩子是不能饿着的，这俩小祖宗真是饿一点都不行，哭起来没个头。其实沈飞是被小福宝惯坏了，小福宝很好带，真的找不到比他还好带的孩子了。好了好了，马上就可以吃奶了。沈飞开了一间房间，刚走进去就听到了敲门声。是谁？沈飞这次出来没有带着柳家的人，毕竟他和柳君寒非亲非故的，总麻烦他也不好。他都已经在柳府白吃白喝半个多月了，也是时候离开了。沈飞其实想自己买个小宅子，就是他现在没有可信任的人，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。
可是只要带着孩子，就没办法带走唐志玲，这也是苦恼沈飞的问题。夫人，是我，武丹。沈飞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急忙拉开门。你怎么找来的？还有，他们是谁？夫人，咱们先进去说。